2025年美国房价的销量齐涨，纽约扛大旗。2026年更可期待。美国房地产经济协会数据预测，简直就是给市场吃了一颗定心丸。经过一阵子的理性深呼吸，美国房市已经稳稳地踩上了回暖的节奏，房价销量双双的看涨。2026年更是迎来一波强劲的反弹。而这波热潮里面，纽约市直接扛起了领涨的大旗，表现亮眼到让人移不开眼。从10月份新鲜出炉的交易数据，到未来2年的清晰蓝图，一组组的数字在告诉我们，现在的美国房市正在上演稳中有进的好戏。不管你是想买房安家、手握房产的房主，还是瞄准机遇的投资者，都能在这波行情里面挖到属于自己的小确幸。房市回暖可不是空喊口号的。NAR 的10月成屋销售的报告就是最硬的证据。数据显示，10月成屋销售经季节性的调整后，年化能达到410万套，环比涨了1.2%，跟去年的同期比更是涨了1.7%，同比环比双丰收。这波增长全靠购房者们的眼疾手快。要知道，10月的销售数据主要反映是在8月下旬到9月的交易情况。到时候美联储还没有降息，抵押贷款的利率刚好迎来一波大幅度的下调，简直是老天爷赏的购房窗口期。就这么一下，买家卖家都被调动起来了，10月的市场直接热闹起来了。更让人惊喜的就是房价的表现，压根没有掉链子。10月份现有的房屋成交的中位数冲到了41.52万美元，比去年同期涨了2.1%。虽然说市场的调整安安稳稳，库存也没有大起大落，但是房价硬是逆势上涨，这说明大家对好房子的需求从来没有减过，市场正朝着挑好房、买好房的健康方向走。库存方面也传来了好消息，截止10月底，全国的住房库存有152万套，跟9月份比就微降了0.7%，但是比去年同期已经多了10.9%，库存慢慢的多起来了，既不用再经历抢房抢到头秃的日子，又能让市场交易持续的热闹，完美的形成销量稳、库存够、房价稳的良性循环。看着10月的好成绩，直接给出了定心预测，2025年美国二手房销量能达到409万套，比2024年涨0.6%，未来12个月的房价也会温和的涨1.2%，没有暴涨暴跌，这种稳稳的增长才最让人放心。这种温和的增长才是最好的状态，说明市场真的是理性了。现在市面上的新房源稍微比需求多一点，加上房贷的利率虽然说降了，但是的话还没有到白菜价，刚好把房价涨太快的势头稳住了，购房者也终于有了讨价还价的底气。这种供需平衡的状态，既不会让市场发烧，又给刚需族留出了上车的空间，这个太贴心了。只要未来的房贷利率能稳住在6.5%以下，房市就会一直保持这种稳健的改善节奏。等后面的利率再降一降，大家收入再涨一涨，
买房就会越来越轻松了。之前是因为利率高而躺平的购房者，现在都慢慢的回归市场了，这可是支撑销量的重要力量。如果说2025年是稳扎稳打的一年，那2026年的房市绝对是要火力全开。预测2026年二手房的销量能冲到426万套，同比上涨4.3%。这意味着经历了2年的平稳期后，房市要正式开启反弹的模式了。能反弹得这么猛，全靠3大神助攻。第一，房贷的利率肯定会再降，这可是降低购房成本的王炸，能把之前积压的需要全激活。第二，库存会越来越充足，再也不会因为没房买而发愁，销量自然能上去。第三，2025年的淡季，没买成房子的人都会在2026年集中出手，需求端直接拉满。这个预测可不是在瞎猜的，完全是符合市场的规律。过去6年，美国的房价一直在涨，大部分的房主都赚得盆满钵满。就算之前有些区域房价微调，也没有几个人会亏本买房。房主们的信心比金还坚，这就是市场反弹的底气。等后面经济再好一点，工作机会再多一些，房市的增长动力只会更加足。不光买房市场热闹，租房的市场也有新机遇，不过是有人欢喜有人愁的分化行情。但是公寓的租金会微微降下0.1%，租房的需求不同，选对房子太重要了。为啥是这样子呢？还得看供需。虽然房贷的利率在下降，但是有些小伙伴暂时不想买房，就先租房子过渡一下。加上独栋的住宅本来就少，需求一涨，租金自然就上去了。想租独栋房子的朋友，可得提前规划好了。反观公寓的市场，最近新盖的公寓太多了，空置率一下子就上去了。房东为了招租客，只能稍微的降点价。对于想租公寓的小伙伴来说，这可是个好机会；而对投资者来说，独栋住宅的租赁市场稳定增长，绝对是值得盯紧的。在全美国房市回暖的大舞台上，纽约市直接C位出道，领跑全场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纽约的平均房价快到了80万美元，79.9871万美元，同比增长了3.1%，把全美国1.2%的涨幅远远地甩在了身后，妥妥的房市优等生。纽约这么牛，全靠老天爷赏饭吃的核心优势。作为全球金融和文化的心脏，来这里工作生活的人源源不断，住房的需求从来没有断过。可是纽约的土地就那么一点，新房也不好批，房源一直很紧张。2025年的纽约可销售的房子才1.2万套，比2019年少了一半还多。需求多，房源少，房价能不涨吗？曼哈顿、布鲁克林这些核心区房价同比环比都在涨，布朗克斯和皇后区就算有一点点的小波动，整体的房价也比去年高。这种的核心区带头涨，外围区稳得住的格局，足以能够说明纽约的房市的抗风险能力有多强。根据2025年第三季度最新地产销售的数据显示，纽约全市房屋的中位价环比
二季度微涨0.8%，同比上涨6.4%，而长岛市的房屋中位价已达89.2万美元，其房价环比涨幅是纽约全市平均水平的1.8倍，成为市场波动中的稳定器。当前长岛市房屋去化周期较全市平均水平缩短2.3个月，优质的房源挂牌后，平均成交的周期进一步压缩至16天。比较二季度减少了2天，三季度区域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长12%，远超纽约全市5%的平均涨幅，进一步印证了市场对其价值的高度认可。面对这波回暖的行情，高级的经济研究员直接给出了干货建议。现在是布局好时机，别错过。市场的温和增长，就是从之前的过热回归到正常，特别的健康。房主不要因为房价小波动就慌了。你手里的房子早就升值不少了，购房者更加要抓住机会。现在利率稳，库存够，正是挑好房子的最佳窗口期。从全美国来看，2020年到2025年这5年的时间，美国的房市总价值增长了57%，达到了55万亿美元。就算之前有些区域房价调整，房主们也没有亏过，房屋中位增值率高达67%。水牛城、圣地亚哥这些城市的房价更是翻了倍。有这么扎实的基础，房市想不回暖都难。最后说一句大实话，告别盲目跟风，选对价值才算赢。以前闭着眼买房都涨的时代确实是过去了，但是美国的房市靠价值涨的新周期已经开始。从10月的成交回暖到2025年的稳增长，再到2026年的大反弹，每一步都在告诉你，房市的机会一直都在。想买房的朋友别再犹豫了，盯紧纽约这种核心城市，挑刚需好房准没错。也别瞎考虑了，现在利率和库存都很友好。有房子的房主们，好房子的价值只会越来越稳。做投资的伙伴，租赁市场的分化机遇和核心的城市增长潜力，可得牢牢地抓住了。跟着市场的理性走，认准价值不放手，你一定能在这一波房市回暖潮里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幸运。纽约房地产的4大支柱撑起了城市天际线的力量，在纽约繁华的背后，产业的升级、人口的聚集、金融支持和城市的根基，如同4根粗壮的支柱，稳稳地撑起了纽约房地产市场的一片天空，也为这座城市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纽约的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多次危机和挑战之后，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，成为了全球房地产市场的焦点。在全球房地产的宏大叙述中，纽约从来都是最耀眼的标本。全球最吸睛的金融市场在纽约，最完善的法律、会计、监管体系都在纽约。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地产，建立你的被动收入渠道，把握下一波机遇，布局美国地产，让大家在地产投资上少走弯路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。